大家好，欢迎回到呆萌财频道。我们有很多刚接触投资的朋友呢，最常听到的就是去买 SP500， 也就是标普500指数基金，比如 VOO、SPLG 或者 IVV， 买它就等于买下了美国最强的500家公司，可以享受美国经济的平均增长。但是呢，总还会有一些投资者呢，可能会想到500家是不是有点太分散了呢？我能不能只投那些优秀生里面的尖子生呢？只投那些真正的巨头呢？如果您也有这个想法，那么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 ETF 呢，可能就是你正在寻找并所需要的。它只投资 SP500 金字塔尖上的那20家公司。所以今天的主角就是追踪标普500指数前20名精选指数的 Top T ETF。 好，首先呢，老规矩，我们来先看一下 Top T 呢究竟是何方神圣呢？让我们先来给它做个体检吧。 Top T 的全称是 iShares Top 20 US Stocks ETF。 没错，发行商是我们的老朋友，全球资管巨头 BlackRock 的 iShares 系列。这就好比是豪门出身，安全性上大家不用太担心。这支 ETF 呢，其实非常的年轻，它是在2024年10月23日才刚刚成立呢。那么规模方面呢，由于刚出生不久，所以规模还在慢慢的爬坡当中。现在的规模大约是 4.33 亿美元，属于典型的次新机。费率方面呢，它的管理费是 0.2%。 那么咱们对比一下，大哥 VOO 是 0.03%， 这个 0.2% 呢确实贵了一些，但是与同系列的标普前50、标普前100费率呢处于同一水平。那么它的回报是怎么样呢？到底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回报呢？由于成立的时间短呢，我们还不能够看它的10年长跑成绩。2025年至今呢有 19.21%， 成立至今呢是 21.78%。在持仓方面呢是高度集中，前10大股票占比 72.81%， 前3大英伟达、微软、苹果合计占比 43.32%。 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来看一下它凭什么选出 Top 20呢？那么我们就来看一下这里的重头戏吧。 Top T 追踪的指数叫做 S&P 500 Top 20 Select Index， 彭博代码呢是 SPXT to SUT。 很多朋友呢一听到 Top 20， 第一反应是就是买市值最大的前20家公司嘛。没错，您的理解是对的，它确实聚焦于 S&P 500中按自由流通市值的排名的前20大公司，这和 XLG 的标普500前500强 OEF 对应的标普500前100是一致的。 Top T 呢极度集中，直接锁定这些巨500，以捕捉大盘的核心动力。那么 Top T 的筛选逻辑呢，其实也是非常的直接，它强调又大又稳的本质，也就是自由流通市值，这是硬门槛，必须是大票中的大票。从 S&P 500宇宙中按 FMC 排名选出前20名，具体来说呢，前18名自动入选，然后优先保留当前的成分股，排名在前22名内。如果还需要补位呢，就从非成分股中挑选最高排名的。它的加权方式呢，在于 Top T 呢采用了一种 capped 封顶机制，单一持仓的权重上限被严格控制在 22.5%， 也是作为 25% 极限的缓冲。顶级股票权重大于 4.5% 的合计权重不超过 48%， 也是缓冲 50% 的极限。超额权重会迭代的按比例重新分配给其他未封顶公司，这就避免了一家独大。所以呢，它是试图在集中度和分散风险之间找到一个微妙的平衡，
比如 Top 10中超过 4.5% 的前4大持仓是英伟达、微软、苹果、特斯拉的占比是 48.24%。那么从第5大持仓巴菲特的 BRKB 开始呢，占比一律不超过 4.5%。S&P 报告中指出，已证明 CAPT 机制在2020年的2022中呢优于无帽指数。它的季度再平衡呢，也就是3、6、9、12月呢，确保动态调整。总之呢，这个指数不是刁钻的花招，而是简单高效的大而美策略。首先呢，选 S&P 500的 FMC 龙头20家，用 CAPT 市值加权护航，适合那些想压住美国核心增长，但又不愿意过度依赖单一巨头的投资者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来仔细的分析一下 Top 10到底都买了谁呢？经过这么一番筛选呢，现在它的篮子里装的都是谁呢？你会发现 Top 20肯定是科技七姐妹的天下，英伟达、苹果、微软、特斯拉、Google、亚马逊、Microsoft 合计占比达到 62.34%。相比等权投资科技七姐妹的 MAGS Top 10呢是自由流通市值加权并强制分散。除了这些熟悉的面孔呢，您还会看到一些在各自领域做到极致的隐形冠军或者现金奶牛，比如呢，排名第5的Berkshire Hathaway 也是巴菲特老爷子的旗舰，排名第7的 JPM 是金融巨头，排名第8的 Eli Lilly 是医药界的减肥药之王，排名第9的 Broadcom 是通信芯片的霸主。那么它的其他持仓呢，还包括 Costco、Visa、奈飞这种消费和金融的顶级蓝筹。所以您可以看到 Top 10的持仓逻辑呢，就是它不仅投资于高增长的科技巨头，还系统性的纳入了金融、消费、医疗领域中最具统治力的护城河公司。这种行业龙头大分散、持股数量小集中的策略呢，提供了比纯科技股更好的进攻性防御，这也正是它在回撤控制上表现优于 VOO 的潜在原因。好啦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来到了第4部分神仙打架阶段，让我们来看看标普500家族的同类 ETF 对比。我们选3个代表来作为比较。首先呢是 VOO 标普500追踪 S&P 500的 Index， 其次呢是 OEF 标普前100追踪 S&P 的100的 Index， 接下来呢是 XLG 标普前50追踪 S&P 500的 Top 50的 Index。 由于呢 Top 10呢成立时间太短，我们用指数 S&P 500 Top 20 Select Index 来代替。那 VOO、OEF、XLG 呢也采用各自的指数，看看比较效果如何呢？从表格中呢，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出来，无论是2025年到现在1年、3年、5年的维度，年化回报的都是 Top 10大于 XLG 大于 OEF 大于 VOO。 我们可以把战线再拉长来看，看10年的比较。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呢，图中的白线呢是代表 Top 10， 绿线呢是 XLG， 黄线呢是 OEF， 紫线呢是 VOO。 从10年维度看呢，还是 Top 10回报最好，年化呢 17.21%， XLG 呢是 15.17%， OEF 呢是 14.13%， VOO 呢是 12.78%。 最大回撤呢 XLG 呢是 30.84%， OEF 是 31.44%， VOO 呢是 34.3%， Top 10预估是 28% 左右。所以通过对标普500、标普100、标普500前50、标普500前20进行比较呢，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的结论，就是越集中的指数回报越高，回撤越小，恢复越快，但集中风险也大。因为依赖少数巨头，比如英伟达、苹果、微软， VOO 呢更稳健，适合长期持有。Top 10呢作为黑马 ，CAPT 机制呢助其抗跌，但是历史比较短，需要谨慎考虑。
Top T 呢与 XLG 和 OEF 的费率是 0.2%， 远超 VOO 的 0.03%。以上对比的是指数的历史表现，不代表 ETF 的实际表现，因为 ETF 实际有管理费率以及呢追踪误差。最后呢，我们来总结一下 Top T 呢这支 ETF 呢，您可以把它理解为美股全明星战队。他把那480个可能拖后腿的队友都踢掉了，只留下了最能打的20个人。那么这支 ETF 适合哪些投资者呢？第一，如果您相信赢家通吃的逻辑，认为强者恒强是美股的长期规律。第二，如果您觉得买个股风险太大，怕买到下一个诺基亚，但又嫌 VOO 涨得太慢。第三，如果你想要一个极其简单的核心组合，不想看几百份财报，那么这支 ETF 就适合您来选择。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风险在于哪些地方呢？风险呢就在于太集中了，尤其是前3持仓英伟达、微软、苹果高度集中，远超 4.5% 的 CAPT 值。科技七姐妹的持仓也达到了 62.34%， 万一遇到像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裂那种针对巨头的系统性杀估值， Top T 的回撤极有可能会比 VOO 大。所以呢，呆萌财的建议就是，如果你已经持有 VOO 做底仓，可以用 20% 的仓位来配置 Top T， 以此作为进攻锚，增强收益。但是如果您想把身家性命全压在这一支 ETF 上，那您就得先问问自己，心脏能不能承受得住巨大的波动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里。评论区呢可以聊一聊您会配置多少 Top T。如果觉得这期视频对你有所帮助的话，请记得点赞、订阅、关注并打开小铃铛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